这一次我们来到首尔吃美食喽，品尝了韩国在地一家韩牛烤肉，号称炸鸡界 Prada 的精品炸鸡，吃过令人难忘的法式吐司，国民 MC 刘在熙都推荐的血肠摊贩，在地人击推的市场美食，汤鲜味美的蛤蜊刀削面，就跟着我们在首尔吃透了吧 ，Let's go！我是本娘，这次我们在首尔吃美食哦。我们第一餐就是来的是这个首尔最有名的韩牛，据说想要吃到超高 CP 的韩牛，就来到这边马场六的韩牛一条街。所以今天就来看看到底有多好吃，到底有多高 CP， 走吧。5 kind of Thai. 5 OK. Juice, soft and juice. Sweet. 이거는 soft main thing. Oily Thai. OK. Flavor Thai. Most flavor, heavy and flavor. 哦，再少一点 OK. 썸바뉴. 그다음에 로비. 이거는 바베큐, 뉴즈 앤 로. 오. 이거는 하프 앤 OK. OK. 肉铺旁就有配合的烤肉店，带着我们购买的肉品上楼烤肉去。来，我们上来这个小哥推荐的店家了。那因为我们真的买太多，连隔壁的路人都赞叹，觉得我们两个临时有病。然后我们刚买了很多肉哎，他推荐了好多肉，然后我们买了一个综合拼盘跟一个小小份的横膈膜。然后其实他是不推荐我们买一大份跟一横膈膜，他觉得一大份会吃不完。对，但因为这太想吃了，还是点了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，他说它是我们适合肉，是比较偏有油花的牛肉，感觉就是边角肉类的东西。像他推荐我第一个烤就是烤横膈膜，横膈膜的肉色看起来赞赞的，接血味。会太硬吗？对，太对，会太硬。哪一个部分？横膈膜，可是我不知道是它本身的肉这样子的。他说这一盘里面有什么？有板腱，然后有里脊，然后有各式各样的牛肉，他介绍了很多。我觉得韩牛比较脆口比较嚼劲一点，跟我印象中那个日本和牛的口感不太一样。虽然不错吃，但我觉得就是有个独特的香气在。烤这种半生不熟最香了。我觉得它就是脆口带有嚼劲，然后油花没有像和牛这么多，然后牛味没有像美国牛这么重。对我来讲，韩牛是一个比较平顺的味道。然后这边就是有包含有1++等级的，1++ Number 9，然后有一般的韩牛等等都有。这个价位是2个人大约是2500块台币。然后因为据我自己查，如果你在市区吃的话，一个人差不多都要2000块台币，所以等于将近6折的价格，还不错。而且我们有点废，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搭计程车来，你推计程车钱也是蛮划算的。但毕竟马场路这边，我们从明洞过来的话，坐地铁要坐到40分钟，有一段距离。如果对于旅程规划的话，其实太远，有点浪费时间。但坐计程车大约花了20分钟，20出吧，22、24，他们划算的。真的想要吃便宜高CP的韩牛，这边蛮推荐的。觉得美国牛味道太重，然后日本和牛太油腻的话，我觉得韩牛是比较中间品质的，可以来试试看。那再来吃它赠送这个油花花的肉，但我觉得这个肉品质可能没有这么好。我也不确定它是韩牛，因为它的味道很重。你拿起来闻，它牛味很重，毕竟正品。我建议带点生菜跟泡菜吃。但我的肉品质没有这么好，自己花钱买还是比较好吃。
店内的人头费一个人是7000块韩币，然后包含小菜可以吃到饱，阿姨们会帮你上炭火啊，最基本的服务了。我觉得店内不只有这些东西，它其实有大酱汤、蒸蛋之类的小东西。所以如果说你就都吃肉很腻的话，可以点别的东西来吃减减腻。肉小菜跟清爽还不错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入住的 homestay 明洞，这间就是公寓式酒店。来，一进来就是玄关处，马上这边就有一个噔噔衣架，然后一样睡衣跟这个拖鞋。然后它玄关就是小小的不大，但我觉得够用2个人。然后基本公寓式酒店的配备一定要有那些东西：微波炉、神动微波炉，然后洗手台，然后这边有那个调羹餐具。然后砧板就是很适合你们自己超市买肉啊、买泡面回来煮。然后最重要一定会有一台洗衣机。我觉得这个洗衣机是那个冬天的救星。冬天如果行李太多、衣服太多，真的带1、2套来这边洗就对了。然后在这边就是它的那个卫浴区吧，卫浴镜。然后这边有它的备品，毛巾、卫生纸等等的都有。然后再来是它的洗手间，我自己觉得啦，这个洗手间淋浴间普通。但是马桶区真的蛮小的一个，那一进来就是这个，一样有个大电视，然后床，然后我觉得蛮贴心是他们家自己有帮你接换那个国际插头，所以说你今天如果出门没有带到那个转接头没关系，它这边都有基本的国际插头 ，USB 孔跟3孔都有。蛮方便的。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这一区，它就是一个落地窗嘛，现在天暗了看比较不明显，对。但白天的话，它的窗景就是绿意盎然的感觉。然后加上这一排，就是可以让你们慢慢吃东西，那欣赏风景，空间很宽广，打开前后可以放2个行李箱都没关系。然后重点是这一晚真的不贵，我们是比较偏廉价来，所以比较贵，一个晚上要3600。但如果说你是平日的话，一个晚上2000出头就有了，所以这些还不错。而且附近有中午站的地铁站，然后临近啊明洞跟已知路街等等的，逛街买东西都很方便，而且楼下就有炸鸡店哦，推荐给大家这边 homestay 明洞。宵夜时间，我们刚出发去买炸鸡了啊！这个就是最近很有名的那个什么，号称 Prada 的炸鸡，然后买了他们家最著名的黑蒜炸鸡和一个就是奶油玉米鸡吧，而且他们家的盒子非常有质感，很像一个小小的珠宝盒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点的一个就是双拼2个不一样的口味，其实没有很多我觉得可以，就是这2款，一款是这个黑蒜炸鸡，那一款是这个起司粉，然后还有玉米的炸鸡。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有点奇妙，我点了一个双拼啊，这个玉米多给我1块，真的蛮大方的。然后吃1块这个起司粉的，这有点像是原味炸鸡，然后沾裹起司粉的部分。我觉得味道像吃零食哎，甘甜哎，然后起司粉是蛮香的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意太好，人太多，这个肉有一咪咪小柴耶，其实，但我觉得单纯炖这个外皮，我觉得是蛮香的。那玉米的部分，这玉米我不行。那些做玉米很好吃的人，这个是冷冻玉米耶，我真的不行，水水的，还在那边说玉米很好吃，你们没有吃过今天的玉米吗？来，吃完起司，下一款是这个黑蒜炸鸡，这个感觉就蛮我的痛的。我觉得不论哪一家炸鸡，它只要那种果酱或是黑蒜类的感觉就很胖啊，胖。我觉得它蛮香的，可是吃起来酱香没有很足，然后让我觉得说是肉跟酱是分离的2个东西，没有融合在一起。其实我有点小失望哎，怎么办？可能是很好吃，房间可以的，但我觉得韩国好吃的炸鸡这么多间，真的可以挑一间合自己的口味。就我个人口味而言呢，就是偏普通啦。当然就是看看它外盒跟精致的包装，可能买一个提花吧。有兴趣的可以买试看看，但很多家真的不建议。我们的餐点到齐了，然后这边用餐其实比较特别，是你必须要
领取震动铃，然后上来找座位，然后2楼是领取饮料，然后1楼是领取餐点的部分。那如果餐点很多，就是有啦，我朋友他奔波拿来去上下的，但对有电梯哦，有电梯还不错。而且我们今天是平日来，所以不用排什么队，几乎进来就可以马上用餐了。现在是大约上午的10点钟，马上就可以用餐哦，其实速度蛮快的。对，那我们点了一个咸食跟2个甜食，然后第一个就是有点这个什么松露奶油，它算是有点浓汤，然后又算是有点焗烤类的，有是浓汤的感觉，看起来就是啊。对啊，它应该要沾着那个一开始外面带的那个吐司应该是好吃。我觉得是，可是因为它是浓汤上面加蛋嘛，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想要直接这样吃或者沾着吃，但我觉得蛮好喝的。这味道很浓很咸，我觉得这沾吐司是蛮搭的，然后单喝也是 OK 的，只是就是3酸甘油脂，肥胖，真的很香。然后主角是加这个蛋。然后除了这个松露口，它还有个茄汁口味的，感觉不错。再来是这个开心果的法式吐司，那最近出新的开心果，很多人po文说这个很好吃，来了当大家吃看看呢。这法式吐司很好吃，这个开心果它是刚刚这样开心果脆，然后表层的面包有糖衣，这样开心果脆一点，口感就是比较有层次一点，但真的很肥，真的很肥，会开心，吃得开心。那你可能需要重训1个礼拜才过来。我觉得这种店很适合2个人以上分食，2个人会有点的品相有限。好好吃哦。然后我点它的饮料，我点的是拿铁，冰拿铁，那他们家奶超好喝的。奶香很滑顺，然后它的拿铁的奶不甜，现在喝起来真的很顺口。再来吃就是焦糖口味招牌，然后它底层的那个酱比较像偏布丁，有点咯咯的感觉，这样就比较像我们一般在那种下午茶店看到法式吐比较像，可是我觉得那法式吐司都泡得很久，那种汁都有进去。好吃耶！而且我觉得它很贴心，它的底层有个垫一块吐司皮，它就是怕你的吐司接触到下面的酱太久会挪起。它底层有垫一块皮，你看它是铁板的。对，它底层垫层皮，我觉得很贴心。这个是我在台湾没有看过的这样店，台湾都直接放在盘子上面的。很贴心。这个真的很好吃耶，我觉得汤很可以耶。刚才犹豫要不要点，汤真的很好喝哎。汤好喝，然后吐司也好吃。布丁的口感就是我觉得比较中规中矩啦，都是焦糖味。但讲真的，开心果真的蛮有特色的。然后这个比较中规中矩。但我觉得这些来讲都好吃，真的好吃，这就不得推，你一定要平日来，因为据说假日真的排得天荒地老。这边有2间呢，一边是圣水本店，然后这个是小艇罗德站，这边是靠近那个岛山公园，然后这间店是人会比较少一点点，因为我是网络上爬文，人家说这个分店人会比较少一点，然后圣水店就是偶尔都3不5时啊，都是排队排到天荒地老，所以如果想要人少一点，这间我还蛮推荐的，来这边你可以搭到那个小艇罗德站，推。我们来的这间是青瓦屋，它在乙支路3街的出入口而已。然后它生意非常好，所以你要小小的后位一下。但是它后位是有外国人资格后位哦，可以输入 email。我个人觉得还蛮方便的。如果说你不是申办韩国当地的 EC 有号码的那一种，你可以输入 email 后位还不错。然后首先我们今天点了一个套餐，就是它有汤饭跟米肠，还有肉等等的都有。然后基本汤饭就是那些配料啊，虾米酱啊、豆瓣酱跟辣酱等等都有。然后一样会有基本的韭菜啊，其他的泡菜配料。然后我现在喝上我的汤饭，它是比较纯的浓汤派系。然后吃一下它的肉片，基本上我觉得它里面有小小的辣酱了，味道有一点点重的啦。
它的肉片比较软一点点，但是肉片的味道没有到很重，然后里面综合因为是会有米肠，他们家米肠口感很好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米肠。然后外皮的米肠皮很 Q 很 Q， 跟有的市场卖的薄薄的米肠皮差很多口感。我觉得这个油味就蛮好吃的，就是浓汤派系的。然后如果你喜欢吃咸一点，就是加那个虾米，我觉得虾米很重要，虾米可以提升整碗汤的鲜度。虾米很重要，本来是浓汤派系的，对我来讲啊，我认为最好喝的汤饭就是韭菜跟虾米。然后接下来吃的是它的这个炭烤辣炒鱿鱼油，它就是韩式辣酱，然后炒生的鱿鱼，所以鱿鱼吃得出它的甜味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搭配辣酱是比较偏甜一点，不会很辣，然后辣味是微微的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鱿鱼炒得很鲜，不是很好吃。还有我们刚刚点的套餐，它套餐里面其实也有附这个米肠，然后它有另外给这个蘸酱。他们家米肠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套餐里面会有肉片，我觉得这家算好吃的，而且环境很舒适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冷气够凉，对，冷气够凉。如果你在首尔想吃到好吃的汤饭店，我觉得这家还蛮推的，只是人有一点多，但我们也没有等很久啊，等这10分钟而已，还可以接受。可以来吃看这个青瓦乌。对，现在早上10点多，我们来到这个是首尔非常有名的望远市场。据说他们这边都是当地人在逛为主，里面有很多美食小吃啦，所以我们就来吃早午餐，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吧。走吧。这个有名的这个年糕肉，然后它就是一定要买2个，最低箱就是2个，所以你一个人也是要买2个哦。它那间恰恰炒这个蛮好吃的，是好吃的汉堡肉，然后肉质很鲜，然后调味也不会过咸，里面有淡淡蔬菜，里面有葱啊，然后会是菠菜的东西，肉块的肥肉不明显，肥瘦均衡，好吃鲜嫩，然后味道真的蛮齐的，再跟它的酱吃看看。但是酱的味道很熟悉，很特别。我说不出来这个酱，但这个酱可以解这个肉的油腻感。我觉得还不错，我来可以买看看，而且不贵。OK。再来是这个入口边的这个花卷，它其实蛮大摊的，然后卖的各式的酱。然后最有名是这个麻花卷，但我看有些像甜甜圈一样，只是这个麻花的形状。然后除了麻花卷以外，也有各式各样的可乐，但它可乐饼里面包的有咸的、甜的都有哦，里面有杂菜啦、马铃薯啊等等之类的口味，还有咖喱，对，它会超多种的。这个麻花卷也分2种，一个是这个麻花卷，那个糯米麻花卷，各式各样。但我现在吃的原味麻花卷，就是不是这个，很特别是我们分量很一样都很甜。它这个糖撒的很少，没有很甜。它口感，就是中东菜，中发就是甜甜圈的感觉。再来是这个红豆可丽，这个听说也是招牌之一就是甜甜圈，包馅的甜甜圈。然后红豆馅甜而不腻，你可以吃到红豆皮的那个颗粒感。然后红豆皮蛮绵密的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比起这个麻花卷，我觉得这个好。麻花卷有2个，完蛋。对，麻花卷是要买2个哦，最低消费2个。但这个好吃，推荐。想吃个甜点，换口味可以吃看这个红豆饼。在我们家吃甜甜圈的支持时间，就看到阿姨
所以他养乐多车过来，我们急忙而且阿姨的养乐多车买来这个是很红的美丽，然后这一款就是喝了好像是那种美丽之类的吧，它有红品跟蓝品，蓝品是那个促进肠胃蠕动清肠道，我买了这一瓶红品，然后它喝法很特别，它上面有药，而且把它打开，哦，它是跟着药喝下去哦，好顺哦，你不要卡住哎，给洗，给洗很高。一口气下掉哎，哎呀下不掉，你的脸这样看起来很难喝，好喝吗？好，它有点像，我可以形容味道吗？它有点像我们台湾买那种盗版养乐多的那种比较稀的味道。盗版养乐多就是有养乐多有2种，然后可能盗版养乐多比较稀的味道，然后这个像优酪乳，可是很像那种优酪乳比较便宜，然后味道没有这么重的优酪乳。变美神器。但不难喝，但就是又会变美，是还可以喝，但2200还可以啦，40多块，快50块，快50块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好的。很油吗？不错，我觉得它的豆渣很利油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有人说不喜欢吃肉桂可以吃，因为它味道很重，而且也可以来吃来看。经常点。现在来到就是朝鲜刀削面，然后它的本店是在大邱，所以它在首尔这边开了2间分店，但它的生意非常的好。像我们刚刚大约首尔时间吧，6点多来，我们等了20分钟，算是蛮快的。但它里面的座位真的蛮多，所以我觉得翻桌率算是蛮快的。然后我们各点1份，首先我们吃的这个是这个蛤蜊刀削面最招牌的，如果1人份的话就是1小盆，如果你今天想要点2人份，可以跟他说，或3人份，它会越大盆，金额也不一样啊，然后越来越大盆。然后我们今天因为都点了嘛。就点1人份，它这个面感觉真的很 Q 哎，看起来很有那个台湾的牛肉刀削面的感觉。它的口感有介于宽版的牛肉面跟战旗乌龙面中间，很 Q， 然后很有弹性，然后味道很接近家常，我觉得。汤就是蛤蜊的鲜味跟青菜的味道，我觉得算是好吃的一碗家常面啦，还不错。汤面里面的蛤蜊就偏少一点点，我自己觉得啦。但我们自己另外再单点1盆蛤蜊汤，喜欢吃蛤蜊的就再点1盆蛤蜊，吃到饱。或者蛤蜊自由，但它的蛤蜊品种跟我们的有点不一样。它的蛤蜊品种啊，吃起来有点像是台湾的蛤蟆跟拉的综合版。看这个壳，然后跟这个肉是蛤蜊大壳，但是味道有点像蛤蟆跟拉的综合版，但还蛮好吃的。这味道引起食物的鲜味，没有泡过面的蛤蜊汤更鲜。我觉得这个汤比较好喝哎，泡过面的好像没有到这么鲜，我觉得很鲜很好喝。番茄的东西，但我觉得差不多的东西其实。再来是他们的煎饼，他们家煎饼很多料其实它的煎饼的特别是它煎饼是一大个，所以它有附剪刀跟夹子给你，你要自己去裁尺寸。然后煎饼是薄薄的，然后上面是满满的，这是韭菜还是葱啊？韭菜，它海鲜很多，我觉得。它的煎饼看起来薄薄的，但吃起来有那种煎锅的锅气在，很香。海鲜是冷冻海鲜的味道了，它的煎饼有煎出个香气，它配上面的韭菜很香，然后也有葱啊，韭菜跟葱都有。这个煎饼真的好吃哎。而且它3个
品酱你都可以调它的辣度，可以不辣、小辣、中辣、微辣、大辣都有等等之类的。这个我推荐。然后如果我是2个人来吃的话，我很建议你就是各点1份，1人份就好了，不要点2个东西太多，各点1份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可以。要加面的意思。这个推。然后我们现在这间在视听站的本店，然后收了就2间，视听跟圣水，就看哪间离你最近就去哪间吧，好吃。如果想要品尝到在地的韩式小吃，晚上可以来到明洞街上逛逛，有满满的摊贩，有如一个小型夜市，让你一次吃个够啊！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都欢迎帮我们按赞、热推、订阅及开启小铃铛哦！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